这对父女不得了，母亲刚过世没几天，女儿就取代了她的位置。两人不仅行为举止变得过分亲密，就连洗澡他们也毫不避讳，甚至还在母亲的灵位前打情骂俏，更是要睡在一起。难道父女二人是疯了吗？其实真相并不是我们所想的那样。在不久前，女儿和母亲外出旅游，谁料大巴车司机因为疲劳驾驶，径直把车开下了悬崖。母亲濒死之际，一家三口的手紧紧握在一起。而就在母亲咽气的前一秒，没人注意到她的婚戒上泛起一阵红光，接着重度昏迷的女儿竟然苏醒了过来，开口的第一句话就喊父亲老公。父亲以为听错了，何言ってんだ。モナミ。彩ちゃん、私、直子よ。父亲认为女儿可能是脑子受到了损伤，直到女儿说出了只有妻子才知道的秘密，还有提醒她刮胡子时摸下巴的动作后，他才意识到事情好像没那么简单。于是第二天就来到图书馆查阅资料，别说，还真找到了类似的案例，那是发生在美国的一个女人身上，她死后的灵魂就转移到了同一时间死亡的女孩身上。不过在几年后，女孩的灵魂又重新归位，所以说现在他看到的女儿实际上是他的妻子，而真正的女儿早就死在了病床上。这么一来，父亲彻底明白了，虽然丧女之痛很是难熬，但生活总得继续下去。可尴尬的事也随之而来，面对突然变年轻的妻子，又有哪个男人能克制住呢？不过父亲还是停下了动作，因为他对女儿的身体终究还是下不去手。这天到了女儿开学的时间，为了避免引起他人的怀疑，妻子决定代替女儿去上学。虽然他不知道女儿在学校里的过往，也不认识同学们那一张张陌生的面孔，不过这些妻子都以车祸失忆搪塞了过去。就这样，在外面他们是父女，懂分寸，知礼节；回到家他们是夫妻，打着情，骂着俏，却也保持着应有的距离。二人都逐渐适应了这有点荒谬的生活。然而妻子的一句话却打破了这个平静。彩ちゃん、今天会多时。あっち。エッチ。此话一出，父亲吓得当场喷饭，连忙谎称自己腰疼，草草敷衍了过去。然而这天，二人来到酒馆庆祝结婚20周年。回家后，妻子明显已经醉了。父亲看着脸颊泛红的妻子，心中的小鹿撞个不停。那么在理智和欲望面前，他又会做出怎样的抉择呢？父亲解开醉酒女儿的衣服，看着那稚嫩又有些泛红的脸颊，他犹豫片刻，还是帮她盖好了被子。可女儿却抓住父亲的手，将他拉到面前，满目柔情地说：“私が顔隠せばできるんじゃない？”原来他们现在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父女，而是一对夫妻。因为一场车祸，母亲不幸离世，女儿陷入昏迷，而母亲的灵魂则转移到了女儿身上。为了避免他人的怀疑，这段时间以来，他们对外是父女关系，回到家就以夫妻之名生活。但父亲始终没有勇气对女儿的身体下手，而妻子则凭借女儿的身体，渐渐地适应了校园生活，还立志要考上医科大学，看能不能解决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。父亲也表示全力支持。然而等到妻子真正考上了大学后，父亲才发现他们的生活轨迹变得越来越遥远，因为妻子一直忙着步入新环境，平时在家的时间少得可怜，只留下他独守空房，盼望着妻子能早点回家给他做晚饭。然而等到妻子放学回来，却只给他倒了一杯热茶，然后就上楼学习去了。父亲沮丧地坐在椅子上，这时电话响起，听声音是个男人，对方说要找妻子。老公，電話だよ。はい。想着二人正在对话，父亲耷拉着脑袋不知所措，就连最爱看的节目都给关了。等妻子挂断电话，一开门，父亲正趴在门口偷听，很明显他是吃醋了，但妻子却说他们只是在聊学习。父亲当然不信，于是第二天就在妻子的房间一顿翻找，果然发现了他和一名男生的合照。看着人家帅气阳光的模样，再看看镜子里已是中年的自己，危机感油然而生。可偏偏这时他又看到那小伙开着豪车送妻子回家，而妻子则笑得格外开心。这下父亲的小宇宙瞬间爆发，但现在还不是挑明的时候，他要先彻底搞清二人的关系，以免发生不可逆转的结局。次日，他偷偷在家里安装了窃听器，谁料就在当晚，那小伙又给妻子打来电话，约他周末去咖啡厅见面。父亲想方設法的阻拦，可妻子还是找闺蜜打掩护，偷偷溜了出来。然而两个人刚见面，还没来得及说上话，父亲就从身后冲了出来。モナミの父です。娘は悪いが、君とは付き合えない。諦めてくれ。小伙一脸疑惑，父亲抓住他的肩膀就开始大喊大叫，弄得场面十分尴尬。回到家，妻子气呼呼地找到窃听器，扯出来后直接摔在了地上，二人之间的信任就此破裂。父亲指责妻子不负责任，自己为了忠诚，多次拒绝别人介绍的对象，就算面对路边的赚钱女，也能抵住诱惑。可她却背地里和别的男人约会。面对丈夫的不理解，妻子被气得掉下了眼泪。原来她今天赴约，只是为了和对方划清界限。她对丈夫的爱从未变过，但她依旧不相信。于是妻子为了证明自己，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。女人关上电灯，直接钻进了丈夫的被窝。丈夫一把掀开被子，可看着妻子的模样，他又瞬间放弃，因为眼前这副诱人的身体是他女儿的。
因为一场车祸，母亲的灵魂转移到了女儿身上。虽然已经过去2年，虽然他也想要夫妻生活，可奈何妻子披着女儿的躯壳。没多久，丈夫想通了，既然事已至此，他也不愿再以夫之名去束缚妻子的人生。妻子听后彻夜痛哭，可谁知就在夫妻俩打开心结的第2天，丈夫竟被一声爸爸叫醒。他瞬间愣住，这啥情况？一番询问后，才确定真的是女儿回来了。这时他才想起之前翻阅的资料，上面的确说过，在未来某一天，灵魂是可以回到本体的。但是女儿的记忆还一直停留在车祸那天。父亲连忙给他讲述了这2年发生的事儿，包括他们母女俩灵魂移位，还包括母亲在位时如何拼搏100天考上名校的所有。女儿听后一时间消化不了，直接晕了过去。等她再次醒来，人格竟又变成了妻子。从这之后，母女俩的灵魂就开始交替出现，只要睡一觉就会换一个人。很快，母女2人就以书信或者录视频的方式交流，而一家3口的团聚让丈夫亦是父亲的他倍感开心，就好像一家人从未分开过一样开心。然而这样的生活只持续了短短几个月，随着妻子灵魂出现的时间越来越短，他能隐约地感觉到妻子即将彻底离开人世，而女儿也会重新开始她全新的生活。就这样，在一个惬意的午后，夫妻2人回忆着之前的点点滴滴，开怀大笑之后，妻子上前抚摸着丈夫的下巴，泪眼婆娑地说：“さよなら。ケイちゃん。ありがとう。忘れないでね。”丈夫最后亲吻了妻子，纵然万分不舍，但也无力回天。2人紧紧地靠在一起。夕阳西下，妻子走了，女儿醒了，新的生活也开始了。几年后，肃穆的教堂里，父亲挽着女儿，将她交到了新郎手中，也算是了了妻子的一桩心愿。可就在他和女儿独处时，女儿为了感谢养育之恩，不经意间竟然抚摸了父亲的下巴，那温柔的动作简直和妻子如出一辙。我次奥！父亲恍然大悟，看着对方惊慌失措的眼神，他终于明白，女儿根本就没有回来过，一直是妻子在分饰两角而已。得知真相的他倒吸了好几口凉气，没想到妻子竟然将事做到了这种地步。但这次他什么都没有说，选择了尊重和放手。毕竟青春重新来过，又有谁会不心动呢？影片最后，丈夫戏谑地找到新郎，说每个岳父都想给女婿一拳，但是他必须要打2拳，一拳是因为你带走了我的闺女，而另一拳则是不可告人的秘密。おめでとう。至此，全片结束。这部东野圭吾的秘密简直颠覆了我的3观。虽说结局圆满收场，但对他来说，又何尝不是一个骗局呢？可是话说回来，如果站在妻子的立场来看，丧女之痛本就刻骨铭心，再加上夫妻2人已经没办法再回到正常生活，她不愿看到丈夫纠结痛苦，也不愿浪费女儿的身心年华，那她这么选择，你说到底是对还是错呢？